我少时便随父皇从军，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受封护国公主。武烈帝驾崩之时，我亲手扶持皇兄即位，为他扫清障碍。皇上万岁万万岁！如今终于可以卸下戎装，嫁与良人。东皇，忘了告诉你，今日与你一起进门的还有一女，君儿。今日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，你就急着想要抬妾进门？是妻平妻，君儿已有身孕。放肆！盛景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向你隐瞒是我不对，但君儿性子柔弱，不会与你争正妻的名分。更何况，长公主一介女流，却在战场上终日与军中秋八本固，莫说贞洁，日后能不能怀胎，恐怕都是问题。公主是君，驸马是臣，驸马罔顾君臣之礼，竟敢让公主受如此奇耻大辱！公主是奉旨嫁入盛家，夫为妻耕，方为古礼，望公主能分清尊卑，也要管教下人，谨言慎行。请安，本宫堂堂青鸾长公主，没让你入赘已是皇恩高贺，你敢如此羞辱本宫！殿下，方才你喝下的合金酒是有毒的，7日断肠散。你说什么？饮下此毒，你一身武功会逐渐消散，7日内若无解药，必死无疑。莫怪为夫，这都是圣人的意思，我也只不过奉命行事。皇兄，是啊，你这么多年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天下兵马大半都握在你手里，圣人如何能不心生忌惮？狡兔死，走狗烹的道理，你不会不懂吧？所以我们的大婚不过是场可笑的阴谋。一个是我亲手扶持的好皇兄，一个是我要共度一生的好夫君。姐姐也莫怪夫君，日后只要你安分守己，乖乖认命，待在这内宅之中，解药便会按时送与姐姐。你有解药？妹妹我略通医术，所以你要本宫授受于你，你要我生我就生，你要我死我则死。姐姐误会了，只要你我姐妹日后和睦相处，共同侍奉郎君，妹妹断不会害姐姐丢了性命。本宫生于皇室，16岁领军顶定中原，你一介内宅贱妇，也配与本宫姐妹相称？燕东红，快放了君儿！你还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长公主不成？这是镇国公府，还轮不到你在这撒野。还有你这个蠢物！郎君，燕东红，你要干什么？郎君，你敢打我！你个不守妇道的贱人！别忘了我是你的夫君。夫君，本宫今日便要丧我！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想做他的妻吗？本宫便成全你们，做个同命鸳鸯。我不嫁了，我不嫁了！求殿下饶命！求殿下饶命！燕东皇，你疯了不成？疯了！我是疯了！若不是本宫一力托举你袭爵，你们盛家早已没落。你又是怎么报答我的？新婚当夜，帮我的好皇兄给我下毒，还想要挟我交出兵权，自降身份跟他平起平坐，配吗？别忘了没有解药，你只剩7天可活。那又如何？本宫久历战阵，不过一死而已，岂会受你二人要挟？来人啊！都死了不成？长公主谋杀亲夫，还不与我拿下！进来吧。参见殿下。殿下，我没事。表光，命人封锁东府，不准任何人出入。你亲自出城回营，
调1万精锐旋风，明日一早入城。明日一早入城。属下遵命。速去。不止调兵，形同谋反。叶东环，你要害死我盛家吗？是又如何？反正我只剩7天可活，盛家因我而生，也该给我陪葬。疯婆娘，犯下此等谋逆之罪，皇帝若是得知，绝不会轻饶你的。皇帝，本宫倒要领兵亲自去问问他，问问他陛下何故谋反。东皇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交还兵权，就能拿到7日断肠散的解药。本宫不屑于苟延残喘的活着。7日之后，即便是要入阴曹地府，也要拉着你们所有人给我陪葬。封锁东府，谁给他的胆子？许是国公爷的朋友们多饮了几杯，酒后无状，惹恼了长公主。大婚当夜就摆起长公主架子来了，这是不把国公府放在眼里呀！心腹刚入门，还要靠您给他立立规矩。从明早开始，请安奉茶，好好搓磨搓磨他那个目中无人的脾气。是。景郎，救我！叶东皇，她还怀着孩子，你怎忍心下此毒手？她怀的孩子是我的吗？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不想着给孩子积福，反而制毒害人，此般下场不过是咎由自取。你这个贱人！你敢弑父不成？别忘了，我一个将死之人，别说弑父，哪怕是弑君，那又如何？弑君？怎么？你不会以为我会为了解药受制于你，跪在地上向你摇尾乞怜，而不是将你们赶尽杀绝吧？长公主殿下，不要杀我！只要你放了我，就把解药给你。我有解药的。聒噪，长兰。这7日断肠散真有解药？当然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东皇，你要看清形势，杀了王人就再无活路了。若能迷途知返，你我还能做夫妻。你笑什么？我的好皇兄铁了心要我死，又怎会把解药交给你们2个蠢物？2个跳梁小丑，猪油蒙了心，妄想挟制本宫。没错，圣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你死了，他才能安心；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做盛家真正的一家之主；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娶静儿为妻，想拿多少妾室就拿多少。景郎，不是的，我有解药，毒是我制的。圣人要他死，你还不懂吗？本宫若是死了，皇帝准备怎么处置青鸾君？你说呢？明日青鸾军7位将军入我圣府，对你忠心不二者陪葬，卖主求荣者苟活。朝中还有何人知道皇帝的计划？此等机密之事，皇上自不想让群臣寒心，所以除了我和金儿，只有太后知晓。太后。东皇，你没有生母，本宫没有女儿，以后我们母女相依为命好吗？本宫一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。叫人看住他们2个。是。叶东皇，我是与你拜过堂的夫君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未经允许私闯本宫闺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属下只是担心殿下的身体，殿下，
7日断肠散真的没有解药吗？至少沈君二人没有。殿下，那您……我心中有数。殿下可有意颠覆？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大雍江山本就是殿下打下来的，这皇位本就该殿下来做，属下定会不顾一切为殿下寻得解药。我只剩7日可活，你不怕跟着我，最终却落得个功败沉城？无论几日，我也愿助殿下殊死一搏，成就千古无二的女帝之位。本宫正有此意，7日之内颠覆皇权。他不会做皇帝，本宫便废了他亲自来做。若是没有解药，也要狗皇帝为我陪葬。属下誓死追随殿下。东府那边都起了吗？还没有动静。新婚第1天就睡过头，他眼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？派人去喊。禀殿下，青鸾精锐已整备完毕。传本宫令，命盛家上下全过来，给本宫叩首问安。你说什么？东府那边传了话过来，长公主命老夫人带着盛家上下过去给她请安。放肆！她如今是盛家媳妇，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皇上恩宠盛家，才让长公主嫁进盛家来享福。新婚第1天，她不但不来给婆母敬茶请安，还敢摆出长公主的架子。我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连一个女人都不会管教。景安是怎么说的？老夫人，老奴方才去东府，只有公主的丫鬟出来答话，倒是未曾见到其他人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国公府内外多了很多披甲的士卒，小的打听了一下，都是从长公主府调过来的精锐。好啊，燕东皇这个小贱人是要给我来个下马威呀！须知这儿是郑国公府，不是他能随意撒野的地方。母亲应该给他一点规矩，让他知道盛家谁才是当家人。取家法来，叫上府里的2位姨娘，我要亲自去杀杀他的威风。长公主院前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你个有眼无珠、不分尊卑的小丫鬟，还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。燕东皇呢？让他滚出来见我！放肆！再敢出言不敬，休怪我这个丫鬟的刀无眼！你敢打我？你这个贱婢！放开我！我母亲是燕东皇的婆母，你这个贱婢竟敢打她！我要让大哥把你乱棍打死！一个小小的臣女也敢目无君上，冒犯长公主殿下！你们竟敢在国公府动兵！也许都会是有人子的。殿下宣你们进去。急见本宫，为何不跪？长公主嫁入盛家为媳，是奉陛下旨意，本该侍奉婆母，相夫教子。长公主殿下，你这般行径是要抗旨吗？你说对了，本宫不但要抗旨，还要把这京城里那些个负心薄义、居心叵测之人斩尽杀绝。你说什么？把他们2个带上来。景安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？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事，母亲不用担心。先看看君儿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母亲，救我！燕东皇，你这个冷血的毒妇！景安是你的夫君，
君儿肚子里更是怀着景安的孩子，才进门1天就敢谋害亲夫，草菅人命，拿家法来！我今日便替盛家祖宗好好管教管教你！父亲！燕东皇，不管怎么说，她是你的婆母。这个疯子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婆母，盛景安，从你把毒酒端到我手上那一刻，我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今日本宫便休了你，日后孑然一身，没有任何希望。燕东皇，你信口雌黄，我儿岂会加害于你？定是你这蛇蝎心肠的倒打一耙！你别忘了，你我是奉圣上旨意成婚，岂是你说断就断的？圣旨，圣人视我如敌寇，还想让本宫奉旨，不过一张无用的绢布罢了。镇国公府的荣华富贵是本宫给，今日本宫便要收回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你要造反不成？来人，快进宫禀报圣上！你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盛家儿媳，你出身卑微，纵然有功劳在身，那也是皇恩浩荡。皇恩浩荡，给盛景安纳妾是皇恩浩荡，给本宫下毒是皇恩浩荡，夺本宫的兵权是皇恩浩荡，置本宫于死地也是皇恩浩荡。殿下，青鸾军1万兵马已经入城，控制了城门。想必皇帝此时也已经知晓，各处城门严加看守，不许勋贵、朝中官员及其家眷出城。再调5000兵马，守住通往皇宫的宫门御道。若禁军敢有变动，随时来报。是。燕东皇，你竟然私自调兵，无照调兵是谋反啊！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？是又如何？横说本公主只有7日可活，就用这7日时间将皇城搅得鸡犬不宁，让他燕明跌下皇位，让满朝文武乱作一团，让这江山颠覆，整个大雍给本宫陪葬，又有何不可？真是疯了！他燕明不是想要本宫的兵符吗？本宫亲手奉上，就看他敢不敢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！长公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不让景安再去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造反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呀！本公主的九族是谁？不就是你们这些忘恩负义、自私下贱的东西？死绝了更合我心意。长兰，属下在。盛景安给本宫下了7日断肠散，若没有解药，本宫只能再活7日。所以从此时开始，他不再是我的夫君，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是，本公主暂别沙场已有半年，今日便再开一次杀戒，守住圣府所有出入口，但凡有人想闯出去，格杀无论。是，瑶光，为本宫披甲。吩咐下去，本宫的嫁妆1箱不许少，全部抬回长公主府。本宫的嫁妆，与其给国公府的这些蛀虫，不如换作兄弟们的军饷。事成之后，论功行赏。誓死效忠殿下！誓死效忠殿下！你说什么？长公主昨夜调兵包围了国公府，今日一早又派手下心腹出城，调1万精兵入了皇城。谁给他的权力？还想造反不成？请陛下息怒。青鸾长公主私自调兵，实同谋反。朕命你即刻点齐御林军，将他捉拿归案。若有抗命者，格杀勿论。卑职领旨。皇兄何必冲动？何不先问皇为何擅自调兵？他昨日刚成亲，想必是有什么误会。无故调兵包围大臣府邸，还敢挟兵犯禁，能有什么误会？燕东皇只怕是生了不臣之心啊！可东皇毕竟是个女子，怎么可能突生不臣之心？女子又如何？古往今来，又岂有同她这样南征北战的女子？护国将军都做得，焉知她不会生出谋逆之心？圣上有旨，青鸾长公主燕东皇私自调兵，实同谋犯，命卑职带殿下到御前答话。殿下接旨吧。殿下是要抗旨？聒噪！瑶光，大内第一高手，都退下！长公主昨日大婚，被新婚夫婿下毒谋害，那盛景安一口咬定是奉旨而行。应大统领这会儿要带长公主进宫，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殿下可知抗旨不遵的后果？皇帝考虑过后果吗？本宫当年一手将他扶上那个位置，他却忘恩负义，加害于我，如此行径岂不叫人心寒？说本宫谋逆，是他燕明狗胆包天来造我的反，即刻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，让天下人都来看看我皇家的热闹，让天人知道当今圣上是个冷酷薄情、六亲不认的毒夫。
属下遵命，是为长公主讨回一个公道。须知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天下岂有犯错的天子？报君黄金才上亿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我青鸾军所属驻京城禁骑有20余万众。皇帝，他有多少兵马？走。兵部尚书楚敬元贪污军饷，中饱私囊，罪不容诛。奉大雍长公主懿旨，抄没其家产，以资军用。都退下！怎么了？这是？母后，出事了！燕东环调兵入了皇城。慌什么？盛景安不是已经得手了吗？难道他不想要解药了？母后，他可能想孤注一掷，领兵逼阵，主动交出解药。瞧你这副样子！燕东皇这是铁了心要造朕的反。东皇一介女流，还能坐上皇位不成？我看啊，他只是心有不甘，想要发泄一通，跟你耍耍性子，你就随他去吧。等他发泄完了，认了命，大雍照样是四海升平。大点声！就在刚刚，长公主兵围兵部尚书府，说楚尚书克扣军饷，要抄他的家。母后，楚尚书府可是您的娘家，这燕东红不留任何余地，果真是疯了。这丫头好狠的心肠！事到如今，断不可再留她性命了。不可！青鸾军此时盘踞京城，虎视眈眈，若是来硬的，只怕不妥。想办法拖过这几日，你便可高枕无忧了。可他已公然领兵造反，又四处散播朕谋害他的谣言，朕若不出手，岂不让天下人耻笑？事到如今，只能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盛家，毒是他盛景安下的，谁能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？他在大婚之日羞辱长公主，妄图妻妾同娶，蔑视皇家，你可向镇国公府下旨问罪。那个平妻是德妃的妹妹，沈瑾未婚先孕，为夺恩宠谋害公主，应当问斩。德妃家风不正，也该打入冷宫。朕明白了，一切都是盛家阴谋，朕也被蒙在鼓里。你现在就差人去跟他说清楚，是他误会你与哀家了。住手！这儿是尚书府，你们是哪里来的乱兵？燕东皇，我们楚家是太后母族，我家老爷是朝廷重臣，谁给你的权利来这肆意妄为？青鸾长公主的权利，无需旁人来给。这偌大的尚书府已被我包围了，楚夫人若有飞天遁地的本事，大可以进宫告状。殿下，你疯了！咱们可是自己人啊！自己人？你们这些仗着太后阴意作威作福、残害百姓的废物，也跟本宫相提并论。去年楚尚书欺上瞒下，克扣军饷，致使我青鸾军在前线断粮，险些兵败。这笔账，今日定要好好算一算。掘地3尺，也要把赃物全都翻出来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快来人拦住他们！我楚家的家业呀！燕东皇，你无凭无据，也没有圣上指令，如此行事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是啊，怎么才看出本宫想要造反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敢？本宫没兴趣与你们讲什么证据道理，太无趣了。你们有什么不满，就与我的刀兵说吧。楚夫人，不要丢了楚家的颜面，不过是抄家灭族罢了，哪朝哪代没有经历过？燕东皇，你个贱人，我必将你剥皮拆骨！住手！
东红，切莫冲动，快放了元征，不要铸成大过。这是太后最宠爱的侄儿。东瑶，你怎能如此冲动？我刚带来了皇上口谕，你却铸成如此大错，皇上已经知道了真相。真相？盛景安新婚夜给你下毒，又挑拨皇上跟你的关系，居心叵测。皇上已经下旨问罪了，你擅自调兵的罪过也已经原谅你了。原谅我？叶明现在想把所有罪过安到盛景安的头上去，过河拆桥，晚了。绝无此事，东皇，是你误会了。皇上和太后从来没有害你的意思。太后得知你中毒，也是痛心疾首，寝食难安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太后娘娘出宫一趟，与我面对面详谈吧。太后怎敢来见你？你现在收兵，随我入宫，王兄我也会给你求情，咱们盛家找出解药，以后不还是一家人吗？王兄，真不知你是装蠢还是真蠢。燕明不会想拖到我毒发就能万事大久了吧？东皇，连王兄你都不信吗？太后一向是最宠爱你，你跟他老人家服个软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嘛。哦，那你便帮我告诉太后，就说本宫想做叶明身下的那张龙椅，这点小小的要求不过分吧？你这般行事，置你皇兄于何盖啊？本宫想做，他自然便得跪着。东皇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一向心地善良，不争不抢。今日就给王兄一个面子，放了楚家吧。够了，这就是本宫的答复。你把楚元贞的尸首作为见面礼带回去，告诉太后，要么出宫来见我，要么等着给楚家收尸。还不快去！楚大人可就剩这一个儿子了。真儿，娘，救我！元朗，东皇，楚大人算是你的舅舅，楚夫人还抱过你。嫌礼轻了，姚峰，斩下二公子一只手，做个天头。不要，殿下饶过我儿吧！告诉太后，他每演一个时辰来见我，我便从他侄子身上卸下一件物象来送入宫中。安王爷，您求求情，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了。好，我去，这就回宫复命。我都已经答应你了。殿下金口玉言，岂能收回？殿下，楚府的人该如何处置？送入敌牢，与盛家的关在一起，让他们挤挤。客人还多着呢。是。赃物清点如何？还未清点完毕，光这里的就共计白银535万两，黄金90万两，还有古玩、字画、玉器、首饰等，杂项暂时难以统计。白银搬去军营，本宫要亲自赏付将士，他们肯舍命追随，本宫也不吝赏赐。是。总算是清静些了。殿下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没事，时不我待啊。陛下，老臣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派太医出宫为长公主殿下解毒，解除误会，殿下自然会退兵。就算他执意谋反，也便失了名分。胡言乱语！陛下，臣以为万万不可。长公主调兵谋反已成事实，臣请你一道讨贼檄文，一边调集天下兵马入京擒王，一边派人劝降青鸾军所属，绝不姑息逆贼。可是这青鸾军兵马就住在城外，连皇宫都尽在其手，此时激怒了他，恐怕……长公主一介女流之辈，一时糊涂，贸然起兵，现在恐怕已经悔恨难当。只需一道檄文，便能吓破了他的胆子。言之有理。青鸾军虽是百战精锐，但又岂会真心追随一个女子谋逆？不过是被裹挟罢了。陛下可遣人重金收买，使其自相残杀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不战而胜。当真如此吗？此贼
正是致使长公主殿下起兵的祸害之一，请陛下斩下此僚首级，送与殿下，平息怒火。个无胆鼠辈，我看你是急着讨好新主子了吧？够了！陛下，安王爷回宫了。安王回来了，快宣他进来。可是，这安王爷还带着……少说废话，速宣安王进殿。宣安王入殿。臣弟有愧，辜负了陛下信任。大殿之上，带此等晦气之物上殿。燕东皇是如何回复的？回陛下，长公主已经兵围楚家。他说楚家贪赃枉法，克扣军饷，下令将楚家抄家。还楚家？哪个楚家？就是大人您的府邸啊！好大的胆子！他若敢伤我家人分毫，老夫定不饶他。这关内就是您的长子元正，他说如果您不去向他请罪，便让您绝死。这东皇说楚大人及太后娘娘若不速速出宫见他，您次子也有性命之忧啊，请大人早做决断。陛下，求您救我全家性命啊！臣死不足惜，但家眷何其无辜啊！求陛下救救犬子吧！敢问王爷，殿下说楚大人贪赃枉法，克扣军饷，可有证据？臣只知楚府确实搜出了无数金银，一时难以计量。臣冤枉啊，陛下！那些金银都是……好了，沛公，你快帮朕想想办法，如何才能让燕东皇那个疯子消停下来？臣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大人是否真的克扣军饷一事。若事情属实，陛下应将其当众问斩。问斩？没错，如此才能平息长公主殿下怒火，满足其要求，与其和谈。陛下让你出谋划策平定长公主之乱，不是让你把刀指向自己人。哼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来计策可言？若此举真能缓住燕东皇，倒也未尝不可。这个贱人真的愿意收手吗？臣冤枉啊！臣要见太后，见太后！陛下，长公主急着见楚大人和太后娘娘，若是晚了，指不定又要从楚二公子身上摘些什么送过来。退朝！母后，燕东皇疯了，他彻底疯了！怎么回事？他又做了什么？燕东皇兵围楚府，杀了元贞，还砍下了元朗的一只手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皇上，你千万不能让楚家有事，好好跟东皇说，他有怨气，可以让他把郑国公府上下千刀万剐，诛灭九族，楚家是无辜的。母后，燕东皇是想让您出宫跟他面谈。让哀家出宫，哀家这就去。母后，若燕东皇拿你做了人质，朕该如何自处啊？可是我不去，楚家不保啊！燕东皇这个贱人，哀家当初就不该对他那么好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他怎么敢？怎么敢？母后，燕东皇此举正是觉得抓住了您的命脉啊，您不能上当。哀家不能眼睁睁看着楚家遭殃。朕派人去捉拿盛家一门下狱，想给东皇一个交代，可御林军到了国公府，连盛景安的面都见不到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保住楚家，若是连亲舅舅都保不住，天下人该如何看你？母后，怎么一涉及楚家您就这么糊涂啊？燕东皇从楚家库房里搜出数百万两白银和黄金，就算今天能把楚家保下来，待这件事过去，楚家依旧要被依法处置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楚家死吗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把楚家交给燕东湖全权处置，还要嘉奖他为民除害。楚家是哀家的娘家，
那些都是哀家至亲，血脉至亲啊！母后，朕也不想这样。去年3月战事，因为舅舅，几乎让数万青鸾军饿死在战场上。青鸾军今日又看到楚家贪了那么多金银，母后可知他们心里什么感受？那是恨不得啖其肉，啃其骨，抽筋剥皮啊！朕也真的不想看着舅舅送死，谁让他仗着身份犯下如此大错？母后，为了江山社稷，朕别无他法。好啊，现在你想当个明君了？你以为把楚家舍了，你的江山就能坐稳了？皇上，水至清则无鱼，朝中官员俸禄就那么多，他们要养家糊口，要上下打点应酬，满朝文武有几个不贪？哪个经得起查？你舅舅的银子也是为你我而贪。儿臣可没收到过他银子。皇上，一旦舍弃楚家，助长了燕东红的嚣张春气，他反倒会认为你怕了他。朕都知道，可现在舅舅已经犯了重怒，那些丘巴如果不安抚，要出大事的。上阵打仗是他们的职责所在，能让他们活着，他们就应该感激皇恩浩荡，凭什么怨恨？一群不自量力的蝼蚁！母后，您别再说了。皇上，哀家必须出宫一趟，哀家要跟燕东皇好好谈谈。不行，请母后放心，朕一定会想到办法，阻止燕东皇继续发疯。照顾好太后，别让太后踏出慈安宫一步。是，殿下。裴丞相等诸位大臣都在御书房候着呢。不去，去德妃那儿。景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燕东皇绝不会轻饶我们。你这个扫把星，还在这里哭丧！要不是你犯蠢，仗着自己怀了景安的孩子跟他耀武扬威，我们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不是的，不关我的事。还说不关你的事？未婚先孕，恬不知耻！盛家都是被你给连累的。景郎，好啊，我是个贱人，你儿子就不是吗？新婚之夜给妻子投毒，宠妾灭妻，天底下还有比他更狼心狗肺的贱人吗？你给我住嘴！我是贱女人，你儿子就是狗男人，你也是个又老又贱的蠢妇，我们不过一丘之貉罢了。够了！我和东皇已经成亲，她现在就是我唯一的妻子，是国公府的主母，她只是想给我个教训罢了，对吧，母亲？女人都是这样。等他气消了就好了。东皇，你来看我了。殿下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放了我们吧。你跟景安是夫妻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您麻烦了，以后以您为主，我们全家伺候您。东皇，你气消了吧？我们单独谈谈，好不好？盛景安，你好歹也受封镇国公的人，殿下的战功和婚姻给你换来的3个字都被你自己玷污了。我跟我妻子说话，轮得到你一个下人插嘴吗？瞧瞧你这副样子，还活在梦里，你再也没有机会以殿下郎君的身份活着了。放了景安，你这是以下犯上。景安，你没事吧？东皇，你之前答应过武烈帝和我父亲，一定会为我日子过好的，让盛家代代传承下去，你都忘了吗？别演了，盛景安，你给本宫下毒，也是为了让盛家代代传承。盛家今日便在你盛景安手里绝宿。东皇，我只是鬼迷心窍，受了沈君的挑拨和算计。我从不喜欢沈君，之前是他勾引我，故意怀上了我的孩子，加上皇上威逼利诱，我才犯下大错。我知错了，你相信我。长公主殿下，我愿意将这桩阴谋的来龙去脉悉数告知于你，求你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沈君，你到现在还想挑拨我和东皇关系，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也不会再喜欢你，东皇更不会受你的妖言蛊惑。我倒想听听他是怎么蛊惑本宫的。瑶光，东皇，这贱人鬼话连篇，你不能信。他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，嘴里能有什么实话？你若想知道实情，便和景安谈谈，不要因为这种毫无廉耻的人坏了你和景安的感情啊！放心，我不会胡言乱语，只会实话实说。我杀了你！
陛下有心事，还不是那个燕东湖闹的，都是因为他，闹得现在人心惶惶，社稷不稳啊！陛下，他不过只剩几天可活，想办法拖住他便是。满朝文武皆是酒囊饭袋，就连太后，若不是朕阻拦，她也要主动送上门去。蠢妇！太后自然是不能与长公主相见的，但臣妾听闻她想要见的还有兵部尚书楚大人。陛下何不劝楚大人以社稷为重，主动去向长公主请罪，然后再派一合适之人去劝说长公主。哪里还有什么人选？朕派安王劝说，反而惹得他大开杀戒。陛下，安王爷可不是个好人选。若是他居心叵测，蓄意挑拨，日后您和长公主两败俱伤，他不就渔翁得利了？臣妾心中倒有一个好人选，陛下觉得凤阳公主如何？玉书，对啊，当年燕东皇出身卑微，若不是玉书照料，他早就死在这深宫之中了。李德安，楚大人呢？楚大人一退朝便出宫去了。他回府了？楚大人似是往城外去了。蠢货！你速派应荣带兵去追，务必要将他拿下，送到长公主府请罪。若有差池，要你的狗命！奴才遵旨。朕的江山微弱累卵，他却敢弃朕而逃！本以为你对沈君也算情真意铁，没想到落了难，你倒比谁都心狠。可见除了自己，谁都不爱。东皇，你相信我，我对你的爱是真的。盛景安，本宫还是喜欢你之前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与其求饶，不如想想办法吧，用你的阴谋诡计救救自己吧。东皇，说吧。在长公主酒里下毒，是皇上的意思。毒药和解药的方子是德妃娘娘给的，盛景安知情且也同意。7日断肠散真的有解药？奸夫不知真假，德妃娘娘说什么我只能照做。3个月前，德妃娘娘召我入宫训话。长公主战功赫赫，让皇上寝食难安呐。你我这样的自己人，也得帮皇上分忧才是。我只是沈家庶女，不可能接近长公主殿下，更旁乱给她下毒。3个月后，长公主大婚，本宫会安排你和盛景安的好事，届时你再将这毒下在她的和俊酒中。事成之后，你不仅是国公府的夫人，还是我和陛下恩人呢。本宫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帮本宫，你日后飞黄腾达，你那教坊出身的母亲也能过上好日子；要么我便只能除了你。谁叫你长了对耳朵，听到如此机密？此时若是泄露出去，本宫有圣上必保，你和你母亲只怕性命不保啊。7日断肠散会让燕东皇武功尽失，你只需等他暴毙身亡便是。他若知晓自己中了毒也不怕，到时你便用本宫给的解药方子威胁他便是。想想看吧，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青鸾长公主，任你这个出身卑微的庶女拿捏，那滋味岂不美哉？我听娘娘的。乖。盛景安也知晓皇帝的阴谋，盛家和沈家早都被皇帝拉拢了过去。你说药方都是德妃给的，你根本不会医术。姐夫不会医术，更不会解毒，自以为手里有张药，便以为可以拿捏住殿下。本宫倒是要谢谢你，若非是你们够蠢，本宫怕是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就是解药的方子。奸夫自知犯下大错，但奸夫也是被人逼迫，实属无奈，请长公主殿下明察。看在你这么坦诚的份上，本宫再给你个机会。本宫也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本宫赏你个痛快，你死之后，本宫答应你，只要沈家不主动寻死，我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；要么你杀了盛景安，
本宫便饶你一命。我在盛家不过是一个备受欺凌的庶出女，我生母更是教坊司出来的肮脏妓女，沈家人的死活与我无干。你都跟燕东皇说了什么？他怎么放你回来了？你跟东皇说了什么？说话呀！长公主说，长公主给了我这个，殿下说了，杀了你，我便能活。贱人，也敢背叛我！殿下，你说过饶了我的。路都是自己选的，你有的选，本宫可没有。盛景安心狠手辣，我替殿下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他也没几日活路了，不必脏了你的手。这狗男人，我还以为两人有多恩爱，在生死面前自相残杀起来，却毫不手软。不过是利用熏心罢了，何谈情爱？人性都是自私的，不分男女。男人逐利，而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三从四德规训他们的言行举止，连自私的机会都少有。数千年规矩和制度传承，认知观念已是根深蒂固，又岂是朝夕能改变？殿下便是掀翻这一切的第一人，只要殿下能登基称帝，天下女子也将看到希望。那朝堂中的男人们可是会不顾一切的来挡在本宫路前。瑶光愿做殿下手中的一把刀刃，为陛下开路。殿下的身子怎么样？你快说！先生勿怪，瑶光只是一时情急，本宫不会让他伤害你。你直言便是。老夫医术不精，实在惭愧，对殿下所中诸毒束手无策，还望殿下今早另寻良医吧。那这药方呢？确实是7日断肠散的解药，但是殿下所中之毒甚是奇诡，似乎还掺杂着另外一种奇毒。若是贸然按照药方服药，不仅不能解毒，反而会让这毒深入肺腑，加快毒发呀！我早晚要把这些阴险小人杀个干净。殿下不必忧心，我早已差人遍寻天下名医，一定会为殿下解毒。生死由命，不必强求，反而是中了毒后，让我看清了人心，更珍惜现在。从来没有觉得一天会过得这么慢，今天好像做了往常半个月才能做到的事情。殿下雷厉风行，非一般人可比。你这般会奉承我，日后定是个产臣，本宫恐怕也是个暴君。只要能得殿下恩宠，卑职只怕不够谄媚。殿下，应荣押着兵部尚书楚大人在府外求见。哦，鹰狗贼！我是当朝太后的亲哥哥。你竟敢如此对我！尚书大人别喊了，若是惹恼了长公主，咱们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！你个野狗！我是皇帝的舅舅，也是你的主子，早晚将你千刀万剐！正是因为大人是皇亲国戚，才更要为陛下和娘娘分忧啊！大人，您别忘了，您府上的家人都在长公主手里呢。放我离开！您不救他们了，您不想救您的公子了？老夫还能生！算你们识相，人交给我，你们滚吧。别呀，姑娘，陛下让老奴来是想让老奴和长公主殿下见一面，帮他解除误会。殿下累了，公公请回吧。都是为贵人办事，老奴也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就见一面吧。大统领，既然殿下不见客，那老奴先行告退了。殿下，凤阳公主求见，你要见她吗？带她过来吧。
姐姐，饿了吧？快吃。疼吗？姐姐怎么哭了？姐姐你也吃，吃饱了就不哭了。你吃，娘娘今日为何又罚你？娘娘不准我练武，练了武，我就可以保护姐姐永远不被欺负，以后还要保护父皇，保护大家。姐姐，好久未见了。是啊，殿下。你也是来给皇兄当说客的。那个东皇，你说你跟皇兄争进些什么呀？争来争去，你还真能坐上那个位子不成？姐姐不问问我，中了毒，疼不疼吗？燕明与你说了什么？皇上说这一切都是误会，盛景安给你下毒一事，他们毫不知情。皇上也在忙着为你寻找解药。你相信他们的话？皇上以前待我们如亲妹妹一般，诸皇子之中，只有他不嫌弃我们的出身。东皇，皇上说了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即刻下旨，将盛家上下斩首示众。国公府已在我的控制之中，我想杀盛景安易如反掌，不需要他操心。东皇，你这么些年南征北战，不就是为了守护大雍江山永固？如今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江山毁在你的手里吗？你一旦挑起内乱，遭殃的只会是大雍百姓。姐姐不想看到自己最在乎的两个人反目成仇，更不想看到雍朝陷入内乱。我挑起内乱，不顾百姓，挑起内乱的是他燕明。郝凤阳，我问你，你如何确定这件事与他无关？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，所以无凭无据，他一句话你便深信不疑。东皇，皇上对你的好，你都忘了吗？他对我的恩情，我早就还了。父皇当年临终前，抓着我的手问我：东皇，你觉得诸皇子中，谁有资格继承大位？儿臣觉得，燕明心胸宽广，做事果断，有人君风范。人心易变，记住，你的责任是大雍的江山。来日若有人威胁你的性命，罔顾江山百姓，不要犹豫。你虽是女子，但更是朕的女儿，既能保江山，便也能治江山。若真有那么一天，父皇。但是仇，我还未报。东皇，都是一家人，哪有化解不了的仇怨呢？人心易变，又或许是我从未真正看清他。姐姐若真当我是一家人，便不要再掺和进来。平阳侯府对你好吗？你带兵查抄捞了楚家，侯府人心惶惶，侯爷也寝食难安，哪里还顾得上我？侯爷让我找你求求情，看能不能放过楚家。楚家覆灭已成定局，只要你们置身事外，本宫自然会保平阳侯府平安顺遂。你与皇上刀兵相见，我又怎能不受牵连？又何来平安顺遂？就连侯爷现在对我也是不闻不问，让我独守空房。燕明不是说会护着你吗？他若真心护你，怎么会让你落到如此境地？他是一国之君，日理万机，又怎会时时刻刻盯着妹妹的家宅之事？还在替他辩解？他是天子，只要吩咐去画下去，平阳侯绝对不敢苛待于你。凤阳，你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东皇，他根本就不在乎我和他的事，你不要再掺和进来。我派人送你回府。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。东皇，你我身为女子，这便是你我的宿命。笑话，江山地位，能者欲知。本宫当初能扶他坐上帝位，今日便也能行费力之事。东皇，王凡可是死罪啊！就当姐姐求你，
你打了那么多年仗，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难道就不能像我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吗？你所说的安稳日子，就是让我跟你一样被困在内宅，孝顺公婆，侍奉夫君，一辈子身不由己吗？东皇，你口中的安稳，就是让我坐以待毙，以我一人性命换你们的家寨祥和，其乐融融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东皇，我求你跟我入宫向皇兄服个软吧，皇兄定会让太医为你解毒，到时候我们还像从前一样。够了！本宫生来一副傲骨，这辈子见惯了生死，却唯独没学会委曲求全。东皇，东皇，他们说如果说服不了你放过楚家，就要把2个孩子从我身边抱走。我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求你帮帮我。这就是你口中的好皇兄，拿你和孩子的性命要挟你。好，我只问你一句，如果我跟燕明必须有一人要死，你会选择让谁去死？我不会让你死的，可是你也不会选让燕明死。可惜，你却没有定乾坤的本事。我会派人和你一起回府，确保侯府周全。你若担心孩子，本宫可以派人把你的2个孩子接过来，你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住在我的府上。不行！你回去吧，告诉燕明，日落之前，本宫若还见不到皇上和太后，便把楚家的人头送入宫去。东皇，东皇！安排人护送凤阳公主回去，警告平阳侯和他的母亲，若他们再敢为难凤阳公主和2个孩子，本宫下一个就查抄平阳侯府。凤阳公主，请吧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长公主派兵驻守了平阳侯府。凤阳呢？连他也敢背叛朕？未见到凤阳公主，奴才还得到消息，说是长公主把楚家父子送去了青鸾军军营。送去军营干什么？长公主说，楚大人战时克扣军饷，延误战机，罪不可恕，要在众将面前执行军法。他怎么敢？这个贱人怎么如此恶毒？皇上，马上备轿，哀家要出宫。母后，不可啊！哀家倒要看看燕东皇能奈我何。太后娘娘，谁敢阻拦？哀家诛他9族！还不跟着！太后娘娘驾到，请青鸾长公主接驾。太后娘娘驾到，请青鸾长公主接驾。你们放肆！太后娘娘驾到，还不跪下接驾？长公主殿下何在？殿下正在休息，再敢乱吠，割了你的舌头！哎呦，瑶光将军吧，娘娘驾临长公主府，烦请将军通报一声，让她尽快出来迎接才是啊。迎接太后娘娘。长公主连夜忙着整治佞臣，查抄贪官，这会儿刚睡下，没空出议。放肆！你一个小小的将军，竟敢在这儿做起东皇的主，谁给你的权利？微臣可不敢做长公主的主，不过身为长公主麾下，护卫殿下也是微臣职责所在，还望太后娘娘恕罪。哀家现在没空听你个下人嚼舌，东皇不是要见哀家，你现在就让他出来接驾。那太后把解药带来了。什么解药？太后真是说笑了，托你儿子的福，长公主新婚夜被盛景安下了毒，太后可别说自己不知道。放肆！你敢这么跟哀家说话？
太后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还做着母仪天下的美梦，大厦将倾了。你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哀家砍了！太后息怒，救尚书大人要紧啊！楚尚书一家何在？太后来晚了，楚尚书父子一早就被送去了军营，这时辰怕是已经被下锅烹煮了。哀家命令你，赶紧把他们追回来！哀家知道东皇对我有些误会，所以才亲自出宫来见他。他自幼在哀家眼皮底下长大，我也将其视如己出。自从得知他中毒，也是彻夜难眠。哀家恨不得亲自砍了盛景安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这种时候，你个下人却阻挠我们母女相见，哀家如何能不迁怒于你？微臣说过，殿下此时已经歇下了。娘娘，你这戏还是留着演给殿下看吧。哀家是当朝太后，亦是东皇嫡母，让哀家等他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尊卑、礼法可言？太后不愿意等，便请回吧。放肆！太后若是执意要见，就请自己走入府中。请太后入府，为长公主殿下奉茶。请太后入府，为长公主殿下奉茶。哀家可是当朝太后，我要诛你们的九族！娘娘息怒，息怒啊！娘娘，要不咱还是回宫吧。扶哀家进去。娘娘，东皇，东皇，你还在怪哀家和皇上？我们都是你的亲人，怎会害你？盛景安所为，哀家和你皇兄都浑然不知啊！就算你信不过你皇兄，还信不过母后吗？太后来此就想说这些啊？东皇，你真的就这般绝情吗？既然如此，先奉茶吧。母后知道你心中有怨，但你想想母后何曾害过你？先把楚家人放了，别让事情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给你我都留一个体面，好不好？太后若是肯下2道口谕，我便相信。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，母后都依你。禁军的楚统领也是太后的娘家人吧？那便请太后下旨，让楚统领携禁军与我青鸾军换防，好让我带着青鸾军入宫面圣。你这是想闯宫？太后娘娘不是说皇兄并未害我之意吗？我也绝无加害之心啊。如此一来，我也可以与皇兄当面对质，解释清楚。只是我若独自前去，心中实在不安，所以想带着青鸾军给我壮壮胆。殿下万万不可啊！这带兵入宫，与谋反何异啊？这可再无回旋的余地了。谋反？本宫不是已经反了？你们以为本宫在陪你们闹着玩？殿下息怒啊！是奴才该死，奴才说错了话。殿下，您调兵查抄盛家、楚家，都是为国除奸，怎么能算谋反呢？是吧，娘娘？皇上已经向盛家下旨问罪。母后知道你只是一时冲动，自然算不得谋反。本宫已经起兵，覆水难收。若是今天太后不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就算本宫答应，本宫麾下的青鸾军也不会答应。你先让哀家见到楚家父子，若他们平安无事，哀家会考虑下旨。不行，楚家父子择日将以军法问斩，绝不宽恕。他们是哀家的兄侄，是你的舅舅和表哥啊！你对血亲怎能如此残忍？太后莫急，
楚家父子虽然被送去了军营，但楚夫人和女儿还在地牢。若太后不愿配合，本宫不介意把他们送入教坊司，也算有个营生。燕东皇，你太放肆了！本宫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？你把哀家骗出宫来，是想让禁军投鼠忌器听你控制？你说对了，若是没了你这个太后，楚统领恐怕再也坐不稳那个位置。你大可直接带兵闯宫，做个残害血亲、弑兄夺位的逆贼！你以为本宫不敢？本宫不过不想枉送麾下儿郎性命罢了。和这些贱民，你倒是讲起情义来了。他们是本宫的同袍，本宫对待忠心之人，定会全力保他们性命，而不是像你们一样脏心烂肺、过河拆桥。本宫无数次想过，自己会死在沙场、马革裹尸，从未想过自己会死在最信任的2个人手里。你们不忍，别怪本宫不义，给你半个时辰考虑，过时不候。传令秦阳，让他再调2万兵马入城。殿下打算今日杀入皇宫？今天来不及，太后不会那么蠢，这么快做决定。她知道一旦自己松了口，他们母子只能沦为阶下囚，任人宰割。待军队入城，本宫会让秦阳领命包围禁军统领楚营所在的楚家2府及先锋营统领常望之的府邸。届时有太后在手，再加上楚常2人亲眷，不怕他们不乖乖听话。卑职明白。你也去休息下吧。殿下，朝中几位重臣就在府外，请求面见殿下。我要先去趟地牢。该死的燕东皇，他一定不得好死！云婉，你先忍忍，等皇上和太后处置了那个逆贼，一定可以救我们出去的，一定可以的。娘，我怕父亲和二哥都被带走了。是啊，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怕什么？燕东皇那等乱臣贼子，说不定此时已被万箭穿心。只怕要让楚夫人失望，在本宫被万箭穿心之前，定会把你的几个女儿送到军营青楼为妻。你敢？她们都是太后的亲侄女，她们可没有得罪过你啊！同为女子，你好毒的心肠！本宫像是什么善人？身为太后侄女，贪官之女就是他们的罪，既想富贵，又想不受牵连，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把楚云婉和楚云英带出。母亲救我！我不去青楼，母亲这样，母亲。长公主，臣妇不该骂你，臣妇罪该万死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求你饶了他们吧。若不想被送去军营，你们只有一个选择：你们的姑母联合皇上谋害于我，你们今日所受屈辱，皆是他们造成的。太后就在绛云厅，你们可以去见她。你把姑母也抓来了？谁能求他下旨调来禁军统领和前锋营统领来此护驾，本宫就放过谁。否则一炷香之后，你们可自行选择去军营犒劳将士，还是去青楼接客。只要太后同意，长公主就放了我们。殿下，我去。他们这是打算用对付皇上的那一套对付本宫。这些朝堂上的老匹夫最擅长的就是死谏。臣等求见长公主殿下！臣等求见长公主殿下！求殿下出来一见！臣等参见长公主殿下，不请自来，还望长公主恕罪。诸位请回吧。请长公主殿下以家国社稷为重，即刻退兵。镇国公和楚大人如果有罪，应当交由皇上按律法处理。长公主虽贵为青鸾军主帅，亦是无权私自关押权贵，更无权私自对他们动刑。
殿下，青鸾军将士保家卫国都是忠义之士，长公主万万不该让他们卷入谋反罪名，请长公主殿下为江山社稷着想，即刻退兵。请长公主殿下为江山社稷着想，即刻退兵。本宫若不听你们的，诸位又能如何？长公主，谋反乃是重罪，恐为天下所不容。长公主乃是武烈帝之女，武烈帝在天有灵，若看到今日这一幕，不知该作何感想。长公主能否为大局考虑，坐下来跟皇上好好谈谈，或许可以解除误会。庸国一旦陷入内乱，外敌便会趁机入侵，到时候腹背受敌，庸国必有大患啊！求长公主退兵！求长公主退兵！诸位都是国家辅公之臣，对本宫所遭遇的事情，不能感同身受。本宫不怪你们，但想在这空谈几句，便让本宫退兵休想。须知本宫不像你们，本宫既非圣人，也非君子，只是一个寿命无多的疯女人。我等规劝殿下为家国放下私怨，也是为了黎民苍生，绝无私心。被亲人背叛，被下毒的是本宫，而不是你们。各位觉得本宫应该以大局为重，既然如此，本宫可以给你们一个选择。若诸位愿意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带到本宫面前，由你们亲自动手，一个个了结他们的性命，本宫才愿意相信诸位真的是为江山社稷考虑。荒唐！长公主，这是什么要求？人非禽兽，岂会对自己的亲眷儿女下手？诸位既能劝本宫为了江山社稷放下仇怨，想必皆是大公无私之人。今日为了这江山社稷，天下苍生，若能以家人性命劝谏本宫退兵，来日必定青史留名啊，岂不是一段佳话？殿下，老臣尚不知事情全貌，您是庸国功臣，多年征战，立下汗马功劳，让如老臣这般的多少男儿自愧不如。老臣不敢指责殿下所为，只盼着殿下能为庸国百姓考虑，莫要再兴兵戈了。本宫行事自然不会伤害无辜百姓。殿下，本宫清楚丞相大人的为人，也相信你一心为公，所以接下来几天里，请丞相只管紧闭府邸，不闻不问。本宫可以担保，陪家无恙。殿下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守卫的家国，因为一场误会而陷入内乱？如果这不是误会，丞相大人是两朝元老，应该比本宫更清楚龙椅上那位的心性。本宫也乏了，诸位大臣都回府吧，静待着江山易主，到时候来拜见本宫便是。请恕在下无能，先行告退了，诸位好自为之。哼！曹你一个狂悖之徒，你弑兵自重，罔顾君恩，还妄想聘击私臣，犯下弑君谋反的罪行，呸！必遭天下人厌弃。这位便是沈御史吧？本宫听说沈家也是京中巨富，沈家少爷在酒后与人斗富，曾豪掷千金。姚光在，记下沈御史的名字，下次便带着青鸾将士登门拜访。诸位有所不知，从楚家库房里抄出来的银子，若是换成粮食，足够青鸾军20万兵米2年军饷和粮草。本宫实在有些上瘾。姚光，把在场诸位大臣的名字都记下，回头咱们一一登门。是。敢问这位大人名讳？一群无胆鼠辈！殿下，我稍后就带兵杀进皇宫，逼狗皇帝交出解药。不必担忧，我无事。殿下，我把薛神医请来了。快请他进来。您是京中最有名的神医，一定有办法救殿下的，对不对？殿下中的断肠散较为特殊，此前便请军医看过，说是殿下所中的断肠散中
掺有其他毒药。此乃南疆部落特有的毒，叫蚕丝。两种毒混合进入身体之后，会加速让毒素缠入肺腑经脉，无药可解。你说什么？请殿下撩开手臂上的衣服，不出意外，应该会看见一条细如发丝的红线。昨夜我便发现了，今日似乎又长了一些。不能服解药，难道只能等死吗？瑶光，在盛景安说酒里有毒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这毒应该是无钱。不可能，他们手里一定有解药。若是狗皇帝不交，我便将其生吞活剥。瑶光，扶我起来。这毒发作的时间有点超乎我意料。是太快了。不，太慢。燕明太笃定我会受毒药控制，所以才用了7日断肠散。没想到只需这7日时间，我就能让他们万劫不复。父母，长公主她残忍无情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您救救我们吧！父母，您最宠我了，不能看着我去那种地方。好了，都别哭了。太后考虑清楚了吗？一炷香的时间可要到了。父母救我，您就答应他吧。好，哀家答应你，哀家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先答应哀家一个条件。若要本宫放了楚家父子，本宫不会答应。请太后死了这条心吧。燕东皇，本宫与你好歹母女一场，为何今日翻起脸来如此六亲不认？为何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？本宫若早知楚家贪污军饷，他们去年这个时候就该被押赴刑场斩首示众。是你帮忙遮掩，才让他们多活这些时日。你分明就是公报私仇。那又如何？你可以让你的儿子砍了我。他确实奈何你不得，可你早晚不还要死吗？所以我一定会在死前，让尽可能多一点的人陪葬。你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才稳住雍国江山，如今却要亲手毁了它。你虽贵为太后，却既守不了江山，又无力毁了它，何必替我操心呢？燕东皇，你是不是根本没中毒？你根本一点中毒的症状都没有。你是不是故意假装中毒，就是为了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造反？燕东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东皇，哀家以前对你不薄，你就是如此回报我的。没想到啊，所谓中毒，竟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，满朝文武都被你蒙在鼓里，你可真是厉害。太后看来不太愿意配合，不如给太后也尝尝这7日断肠散的滋味，看看7日之后你是不是真的会肝肠寸断，七窍流血而亡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本将军恨不得把你们母子的脑袋砍下来喂狗。只要你答应放楚家一条生路，哪怕将他们贬为庶人，只要你留他们性命，哀家就答应你的要求。瑶光在。点兵，即刻带上500人，捉拿先锋营副统领常望之和禁军统领楚银家眷。是。李德安，你带人去传太后口谕，就说常家和楚家家眷全部落入我手，太后有旨，命常望之和楚银即刻回府，保护自己的妻儿老母。太后。照他的话去做。若太后口谕传达不及时，或者表述的不准确，不仅仅是楚统领和常统领的家人有危险，便是太后的性命也很难保得住，更遑论你一个奴才。殿下，天机军2万兵马已入城，请殿下示下。秦阳，你带5000人入内城，驻扎在东华门外，待到东华门侍卫交接时，即刻带人冲进去。卑职遵命。瑶光，你带5000人去奉天门外，待奉天门换职，立刻闯宫。迟然，你带5000人去西华门，天黑开始攻城。卑职遵命。楚副统领，太后娘娘口谕。公公，太后有什么吩咐？楚统领，太后娘娘被长公主软禁在了公主府，长公主想胁迫太后，所以命人去查抄了楚家。然后娘娘让您赶紧带上人手回府把家人救下，
一旦你家人落到长公主手里，太后的处境会更被动。楚统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让公主查抄楚家，罪名是什么？没有罪名。长公主的目的就是要抓楚家的人为质，以此想威胁太后。楚统领，您动作快点吧。来人，去通知王副统领，让他即刻来东华门当值。是。我先回府一趟，你们守在这里，不许任何人擅离职守。若有人闯宫，立即射杀。是。常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长公主派人包围了常家，我要回去救人。可曾跟皇上禀报？长公主一早就派人把楚尚顺父子送去军营，若是去晚一步，还不知道家人会落得什么下场。可是，等到明日，这皇城谁是皇帝尚未可知，你我也该早做打算。让你的人下来，随我出宫。是。外面还是没有消息传进来。回皇上，还没有。燕东红没有拿太后来威胁朕。回皇上，也没有。奴才命人盯住了宫外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必定第一时间来禀报皇上。哼，燕东皇，朕定要把青鸾军上下全部处死，即便不发身亡，朕也要让刽子手一片片割下你身上的肉喂与野狗，让全天下的人再不敢违逆朕。皇上，那贱人想用太后来威胁朕，是不是？他提了什么要求？回皇上，去告诉他，朕什么都不会答应他。他要是敢动太后一根毫毛，朕便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，届时他便是千夫所指的罪人。皇上，不是长公主，是太后娘娘。太后，太后下了懿旨，调走了今日在东华门当值的楚统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长公主抓了楚统领和常统领的家眷，太后下了懿旨，命他们赶紧回府救人。常统领和楚统领知晓后心急如焚，未等换防就赶去救人了。你这个狗奴才，怎么不阻拦太后？奴才自然拦了，只是太后娘娘。传朕旨意，调集所有禁军，前去东华门守卫，绝不能让那个贱人闯宫。快去！杀呀！先登者连升3级，赏100金。大人，贼军示众，楚大人又带走了大批人马，弟兄们要守不住了。王统领呢？王大人吃醉了酒，怎么也叫不醒。狗娘养的，叫上弟兄们斩了他的头，随我开城投降。大人，快去！弃械投降者免死！弃械投降者免死！大势已去了，随我去保护陛下。该死的楚营，该死的常望之，朕要让他们全家死无葬身之地！传话给燕明，告诉他本宫已经入宫，让他自负双手出来见我。狗皇帝不是声称下毒一事是误会，既然是误会，就应该站出来说清楚。一国之君跟见不得人老鼠似的躲在殿内，着实让人看不起。如同妇人般躲在勤政殿内不敢露面，可有半点一国之君的气魄？皇帝尚不如我一个女人，莫不是阳痿？殿下威武！无胆鼠赖，滚出来与我家殿下一见！滚出来与我家殿下一见！
逆贼！朕是将这些逆贼凌迟处死！你们听着，晋军5倍废之，根本不是我等百战之军的对手。若是再负隅顽抗，必是死路一条。此时投降，不仅无罪，而且有功。长公主燕东皇起兵谋反，罪无可赦。皇上已召天下兵马进京，尔等也要跟着他一同送死吗？谋反者可是要诛九族的。成王败寇，败者才是逆贼。诸位家里都有妻儿老五，活着才能继续享受荣华，死了也是叛逆，反而牵连家眷，何必为了一个昏君赴死？吩咐下去，谁要是经不住逆臣挑拨，敢擅自放下兵器，朕诛他9族。皇上，让他们撑住，只要熬到燕东皇毒发，朕给他们所有人加官进爵。皇上有旨，护驾有功者，加官进爵，拜将封侯。青鸾军众将士，只要你们愿意放下手里的兵器退兵，有功无罪，主动退出者赏银100两。狗皇帝天子之位都保不住了，还敢承诺给别人加官进爵，真是笑话！你能不能活到明日，都得看长公主殿下是否愿意开恩。长公主身中剧毒，命数将尽，尔等要为了一个必死之人谋反吗？他若毒发身亡，尔等必遭清算。瑶光，给我取他性命！取朕剑来！是陛下！陛下威武！东皇，你跟朕之间有误会可以解释清楚，你手底下的人就是如此目无王法、以下犯风的吗？东皇，朕知道你受了委屈，然而误会没解释清楚之前，你就如此大动干戈，将朕这个兄长置于何地？将你麾下将士，将这天下百姓置于何地？你对朕真的就半点信任也无吗？朕听到盛景安给你下毒一事，又惊又怒，一心想为你讨一个公道，可是你根本不给朕机会。朕下令惩治盛家，想为你讨回公道，你却将他们关进公主府地牢。朕一心为你，却既见不到盛景安，也见不到你。放屁！你个虚伪狡诈、昏庸无道的狗皇帝！今日你便是说出花来，亦是难逃一死。朕乃天子，岂容尔等羞辱？东皇，朕屡次忍让，你却一意孤行，与朕刀兵相见。今日朕若杀你，朕心如刀绞；可朕若不杀你，却也无法对天下人交代。青鸾军将士，朕以天子名义下诏，斩下燕东环头颅。朕答应你们，既往不咎，还会对你们另行赏赐。但若冥顽不灵，那朕只能将尔等全家问斩。晋军素未攻城，职责所在。本宫本不想多造杀孽，若非如此，此地早已尸横遍野。但本宫的忍耐是有限度。你们都认识我家殿下，她是武力帝亲封的青鸾长公主，浴血沙场10余载，未尝一败。如今你们统领楚营已经投降，应荣也已伏诛，还要让做无畏抵抗吗？不要听他胡说！建功立业，光宗耀祖就在今夜。能与朕射杀此婢者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。郑全忠，你追随过本宫吧？殿下北伐时，小人在殿下军中为一小校。李承义、李承忠、何富贵、林狗子，尔等与本宫皆是军中同袍，是本宫共生死的兄弟。我不忍同室操戈，放下兵器，回家去吧。站住！不许逃！谁敢在朕面前临阵脱逃，朕杀你全家！此间事了，尔等还是大庸军人，兄弟们，回家去吧！不准逃，不准弃朕而去！皇上，长公主要过来了。皇上，长公主要过来了，快带朕离开这里！只要再躲3天，不，也许2天，这个贱人就毒发身亡了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娘娘，听说长公主逼宫了，她是要造反吗？这不正如你所愿吗？娘娘何出此言？你受立自己的妹妹给长公主下毒时，
就不曾想到会有今日。为了讨皇上欢心，你还真是什么都敢做。你是不是早就想着取代我这个皇后，从此掌控后宫，让沈家飞黄腾达，荣宠显赫？怎么会？臣妾怎敢有这样的想法？娘娘，本宫想了一天一夜也没想明白，你这后宅蠢妇哪来的自信，敢去暗害领兵20万的长公主？娘娘，后宫娘娘们都来了，让他们都进来吧。娘娘，叛贼是不是打入宫里来了？娘娘救命！臣妾身边的护卫都被调走了，就连宫女丫鬟都四散而逃。皇后娘娘，长公主不是一向深得皇上信任吗？怎么突然就反了？我们会不会……娘娘，长公主她带兵攻进太和殿了，禁军顶不住了。拿白绫来，若是攻城失守，我等便为陛下守节。这该如何是好？怎么，后悔了？娘娘，臣妾也是奉皇上的旨意行事啊。本宫肚子里还怀着龙种，满心欢喜期待着他的出生。可如今皇权孤苦，你们便随本宫同去，一起做个伴儿吧。变天了。殿下，先请个太医来看看吧。先把燕明找出来见我。让太医院所有太医候着。是。殿下，东华门已被我军掌控。殿下，幸不辱命，西黄门已经拿下，皇城已是殿下囊中之物。朕乃天子，岂能受此凌辱？哎呦，陛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燕东皇，待你毒发身亡，朕依旧是这天下之主。小太监，你要跑哪儿去啊？将军，卑职抓了2个太监。大个儿，你倒是个有福的，满城的士兵搜不着，反倒让你给捡着了。这可是皇上，你的功劳没人敢抢。带上他，跟我去见殿下。怎么，圣人净身了？东皇，你怎能行事如此冲动暴虐，让朕如何相信你没有谋反之心？你信不信很重要吗？姚光，派人去后宫把皇后和众嫔妃都请过来。是。你想干什么？东皇，别冲动，只要你愿意退兵，朕可以答应补偿你。朕可以封你为摄政王。你敢！东皇，长公主殿下，您冷静一点，千万不能犯下弑君之罪啊！弑君？谁说他是君？殿下，从此刻起，他燕明不再是大雍皇帝，而是本宫的阶下之囚。朕是天下之主。朕，还敢在本宫面前称孤道寡？殿下不可啊！至少给皇上一个解释的机会啊！殿下哪有不教而诛的道理？你不是想解除误会吗？本宫给你这个机会。秦阳，你带人去地牢，把盛景安和他的母亲带过来。是。迟然，你带人去沈家，把德妃的父母兄长都带来。本宫今晚要好好审一审这桩案子。是。拿一副镣铐过来，给这罪囚戴上。燕东皇，你敢！朕乃天子，你敢如此羞辱朕？羞辱？这便算是羞辱了？燕明，很快你就会知道，你将为你狠毒的决定付出多大的代价。
那个是德妃，滚出来！你便是德妃？这位将军，闭嘴！谁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本将军第一个杀了他！是你给申锦的毒药。不是我，是皇上给我的，是皇上让我这么做的，都是皇上的主意。这个贱人，这何时授意你这么做？分明是你自己要害长公主，敢把罪名扯到朕的头上！秦阳，因为你，整个沈家都会为此付出代价。不关他们的事情，长公主，这件事都是我一人所为，臣妾家眷皆不知情。够了！你妹妹沈金无名无分住在国公府近3月，沈家会不知道？你当本宫是3岁小孩？殿下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知错了。7日断肠散到底有没有解药？再敢有一句谎言，本将军便把你赏与将士，让他们也尝尝后宫妃子的滋味。我说，毒是一个苗疆巫女所炼，陛下已经杀她灭口，根本就没有解药。没有解药。没有解药，你要干什么？东皇，温太医马上就来了，他会解毒，快让他住手啊！瑶光，凡人皆有一死，指望能不留遗憾。是我没有保护好殿下。皇后，东皇，听闻皇后有了身孕，还有谁有孕的？现在站出来，本宫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是给燕明殉葬。2是把肚子里的孩子划掉。本宫允你们出宫再嫁。东皇，孩子是无罪的，便是生下来，余生也是幽禁于深宫之中，不见天日，何必让他受此折磨呢？长公主殿下，臣妾求你。你若想殉葬，本宫可以满足你，给你个体面。江山易主，这后宫已无各位落脚之地。各位也该为自己早做打算才是。赐本宫一道白绫，本宫自行了断。臣妾愿意堕胎归家，臣妾愿意出宫归家，请殿下恩准。殿下，太医来了。这是皇上，是皇上。如果你们不想跟他一样，最好老实回话。你们几个，谁擅长解毒？微臣愿意一试。长公主殿下，这位将军，皇上失血过度，可否让老臣为皇上止血？将死之人，何必为他费神？微臣无能，请殿下治罪。下去吧。整个皇宫大内，却连一个能解此毒的医官也无。我看你们是诚心如此。除了解药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比如将毒过到我的身上？此毒奇诡，恐怕天下只有苗疆的医师能解。属下这就派人快马南下苗疆，为殿下寻得解药。长兰，晚了。苗疆何止千里，现在前去只是平白害了南下病卒的性命。殿下天命所归，定能撑到解药归来。不过短短几个时辰，这工程却已易主了。长公主有令，3品以上官员进殿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盛景安，皇上与百官都在，你现在可以告诉诸位，是谁指使你在新婚夜给长公主下毒？是皇上给我的旨意，沈京则是德妃安排的棋子。东皇，我……谁允许你直呼长公主名讳？景安，注意说话的语气，对长公主恭敬一些。长公主殿下，是皇上命我给你下毒，并制造出我宠妾灭妻的假象。
让你以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逼你接受沈君成为平妻，但我并无此意，都是皇上和德妃的意思。不是朕，不是朕！盛景安，你敢污蔑朕，朕诛你9族！我们是青梅竹马，我怎么可能害你？只是皇命不可违，皇上他亲口承诺，7日断肠散不会置人于死地。殿下，皇上骗我说他有解药的，还说我如果不答应，他就让你死得更惨些。我是担心你啊，我是不想让你死，所以不得不答应皇上。晏明算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利用殿下的信任在酒里下毒，他岂能伤到殿下？景安，你没事吧？景安，殿下，将盛家母子拖下去，明日宫门外杖毙。殿下，老太太吓死。殿下，饶我一命，我是真心待你的。今日召各位大臣过来，只是让你们知道这个真相。盛景安是晏明最信任的臣子，德妃是最得宠的嫔妃，他们皆已招认，主谋便是晏明。殿下，晏明容不下本宫，本宫若是个寻常臣子，自然应该咽下委屈，做一个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之臣。可惜，本宫不是。晏明，我能把你扶上去，让你君临天下，便也能把你拉下来，让你万劫不复。你不过是个公主，出身低微，凭什么凌驾于朕之上？晏东皇，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朕是皇帝，是天子，执笔如刀，你永远都摆脱不了逆贼之名。我是逆贼，你是废帝，今夜本宫便废了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？你就是个宫女所出的杂种。朕施恩于你，你就该感恩戴德；朕让你死，你就应该乖乖领死。晏东皇，你今日弑兄谋反，史书上必定会留下一世骂名。你是个逆贼，死后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？又怎敢去见父皇？瑶光，殿下，正大光明匾后面有一份先皇遗诏，你去取来。父皇临终前召我进寝宫，问我立储之事。本宫举荐了晏明继位。父皇虽然答应，却也留下了一份诏书。胡说八道！朕的皇位来得名正言顺，是父皇认可朕的能力，心甘情愿传位于朕。晏东皇，就算你信口雌黄，文武百官也不会相信，他们绝不会受你妖言蒙蔽。裴相公可与太傅过目，辩证真假。的确是先帝遗诏，依先帝旨意，若晏明得不配位，青鸾长公主可奉此诏代为废帝。都给朕住口！此乃伪诏，朕才是皇帝，谁也无权废朕。朕是皇帝，你撒谎，你废不了朕。本宫征战沙场多年，治军严苛，麾下将士从未欺辱过平民百姓，从未将兵器对着手无寸铁的弱者。本宫一直以为死不可怕，军人总有麻革裹尸的那一天，死要死得其所。然而真是讽刺，本宫不是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最信任的人手里。本宫亲手扶持上来的人，却是亲手置本宫于死地的人。皇上有罪，可下罪己诏禅让其位。长公主殿下奉先帝遗诏拨乱反正，非是谋反，反而立下大功，可谓摄王辅政。殿下可下旨召安王入宫，继承大统。善，此乃老臣谋国直言。罪己诏，好啊，朕下罪己诏，那朕就是太上皇了。好啊，安王懦弱无能，非人君之选。殿下三思啊！从古至今，并无公主即位的先例呀。现在不就有了？本宫今日废帝自立，绝不会另立他人。可是殿下中了毒，万一没有解药，新帝若刚登基就，雍朝恐有江山倒捐、社稷倾覆之忧啊！安王是先皇仅剩的血脉，他又与殿下一向亲近，臣以为由安王继位再合适不过。安王爷好深的算计，传我军令，将安王软禁宗王府，不准出入，也不准见任何人。殿下，本宫心意已决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死。本宫打下的江山，由本宫亲自背负。殿下若是下定决心，老臣无力阻拦。斗胆再问殿下一句，殿下，您做好安排后事的准备了吗？退下吧，让礼部着手准备。明日尔等，须称我为陛下。殿下回位。
朕功博德，承继大统，南安社稷。长公主东皇，镇国安邦，功莫大焉。朕为其兵危，构害至亲，罪孽深重，愧对列祖，修建万民，今幡然悔悟。朕才是！殿下，无事，休息一下便好。殿下，没事的。长兰已派人南下，我军趁侯也为您寻来各地名医，都在路上，您坚持一下。我有些话要交代，你听我说完。本宫登基不是眷恋皇位，只是为了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传位。要不，我若死了，你不许乱来。我想把江山交给你。殿下，不可！我死之后，不管是谁继位，青鸾君都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青鸾君不除，任何人做了皇帝都会寝食难安。只有你，瑶光，只有你才能保青鸾君将士无忧。不，这是命令，不容任何人反驳。妖王，我怕我一死，天下大乱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我希望你能替本宫好好活下去，守护好大雍江山。殿下，别说了，你已经2天没好好休息，殿下先休息吧，睡醒了再说，我守着你。你能答应我吗？天下一定会无事的，一定长命百岁，不需要什么继位之君。皇后是个心善之人，此次她受燕明连累，是本宫对不住她。废帝的皇后和妃子就算放出宫，以后也很难嫁人，甚至无法在旁人非议中活下去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安置他们，在宫里辟出清静之地，让他们余生不受打扰。所以你答应我了？登基大典之后，我们成婚吧。这是我死前最后的心愿了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愿意。还是本宫的大将军呢，哭成这副样子。我太累了，让我睡一会儿吧。明日便为殿下举办登基大典，但有反对者，一律处死。别这么难过，今日可是朕即位的日子。陛下，司之坊来不及做新的龙袍，这是用之前废帝未穿过龙袍改的。奴才性命担保，这龙袍此前一直放在橱子里，废帝不曾穿过。临时的龙袍，正配我这个临时的皇帝。开始吧。请新君即位。娘娘，皇上向来苛待于您，您何必为其赴死啊？娘娘，本宫16岁入宫，受封为皇后，在这宫中10余载，如今愿做皇后而死，不愿做庶民而生，与旁人无关。你们也各谋生路去吧。别杀我，长兰，让我见东皇一面，求你了。奉殿下旨意，将此人杖毙。啊！长兰，不要走！东皇，你忘了我们的夫妻情谊吗？东皇，救我！前兵部尚书楚敬渊克扣军饷欺上瞒下，结党营私。其子楚元朗仗父亲权势，欺男霸女，虐杀百姓，残害忠良。奉青鸾长公主命，即刻问斩。走开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娘娘。今日新君即位，大喜的日子，殿下也曾不忘赏您一杯喜酒同贺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请娘娘饮酒。这位将军，请告知殿下，
臣也是被燕明那个小人威逼的，沈家无辜，请殿下宽恕啊！奉殿下旨意，沈家流放边关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这是哪儿？东皇呢？别忘了，他登基称帝了，哀家也是他母后。殿下知道娘娘喜欢诵经礼佛，今后便在这佛堂之中日夜抄写经文，消除罪孽。他敢软禁我！听不懂人话，还当自己是太后娘娘？在这儿，我是主，你才是奴婢！啊！陛下万岁万万岁！朕中了毒，时日无多。国朝第一件大事，便是要册立储君。吾皇圣明，臣以为太宗皇帝第三子晏灵德才兼备，是储君的不二之选。朕心中已有人选，朕有意立青鸾军将军姚光为皇夫，赐晏姓。朕死之后，擢其登基为帝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岂有舍弃代卿兄长而立一个外人的说法？陛下，储君乃是国本，岂能如此儿戏？陛下此举有违礼制。安王懦弱不堪，不可继位。那也可从宗室子弟中择一优异者，过继到陛下膝下才是。朕时日无多了，若朕身死，宗室子弟毫无根基，如何在朝堂立足？姚光将军领兵多年，战无不胜，微臣也是心中钦佩。若是拜将封侯，自无不可。但是日后若是为君，恐成桀纣那般的暴君呐！大庸礼制不可违，皇家血脉不可乱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姚光，到朕身边来，过来，坐。陛下，朕意已决，众卿家奉旨行事便是。陛下，跪安吧。我很自私，明明知道你不喜拘束，却依旧把这么重的责任留在你，逼你困在这牢笼之中。只要有你陪着我，皇帝也好，庶民也罢，我都心甘情愿。真想多陪陪你，哪怕再过多给我几日、几个时辰也好。夫君，这是我的命。我不信什么命数，你连江山都能颠覆，为何不能逆天而行？我不信。今生我燕东皇为负天下，却独辜负了你一人。若有来生，只愿和你远走高飞，浪迹天涯。郎君，吻我。朕还没死呢，你们哭丧什么？东皇，你留下，其他人都出去。父皇，东皇，父皇叫你呢。怎么了？我这是重生了。方才你喝下的合卺酒是有毒的，7日断肠散。朕乃天子。东皇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儿臣只是许久未见父皇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朕时日无多，想跟你聊一聊这大幽的后继之人。东皇，你心中可有属意的人选？父皇觉得该把皇位传给谁？
朕在问你的意思。父皇觉得女子有资格继承江山吗？你的意思是？儿臣斗胆，自荐为储君。你和燕明一向交好，朕以为你会选他。儿臣常年在外征战，并不了解他的能力品行。储君之位甚重，与其举荐他人，不如由儿臣来背负。这么多年，朕无数次在心里想过，若你是个男儿身该多好。可你，东皇，你可知道朕若下这道旨意，你将面临多大的威胁和压力？儿臣无惧。既然你无所畏惧，那么朕也便无所顾忌了。荣春，奴才在。研墨，朕要拟诏。是。东皇，父皇跟你说了什么？父皇龙体是不是？父皇无碍。东皇，你的面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你父皇说了什么？稍后父皇自会宣布。皇上眼下龙体欠安，淑妃妹妹倒也不必急着跟东皇续母女之情。东皇最得皇上宠爱不假，但储君关乎国本，不是一个女子可以轻易决定的。皇上，请诸位进殿。皇上，朕时日无多，但江山需后继有人。今日把你们叫过来，就是为了定下此事。朕今日宣布，立东皇为皇太女，待朕崩逝之后，继承大统，为庸国天子。陛下，你要立长公主为储君？耳朵都不好使吗？朕的旨意，封燕东皇为皇太女，继承朕之江山。陛下，公主为帝自古未有啊，这不合规矩。父皇，儿臣及诸位兄弟皆在，父皇为何舍皇子而立公主为储？为何？因为东皇文武双全，因为她是朕最引以为傲的女儿，因为你们几个都不如她，因为这是朕的江山，朕愿意给她就给她。怎么，朕这个天下是不是该让位给你，由你来做主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觉得东皇毕竟是女子，恐怕难以服众啊。来人，将燕明拖下去，打30大板。父皇，父皇，还有谁对此不满的？现在就可以说出来，朕不介意杖毙几个儿子。陛下，长公主掌兵权已是犯了忌讳，如何能让她继承江山？这分明是拿祖宗基业冒险，求陛下三思。来人，把储尚书也拖出去，停邦50。陛下，尚书大人只是秉公直言，并无违抗陛下的意思，还求陛下看在他一向忠心耿耿的份上开恩啊！东皇，你说句话呀！舅舅以前一直很疼你的，你忍心看到他被杖责吗？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东皇，你要为他求情，恕之为君者，心软是大忌。儿臣只是有事要跟父皇禀明。儿臣要弹劾储尚书贪污受贿、中饱私囊，战时挪用粮草，延误战机，请父皇明察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就因为臣反对立公主为储，长公主就要如此栽赃诬陷老臣。陛下，尚书大人两袖清风，朝野皆知，绝不可能贪污受贿。便是有人想挑拨君臣关系，你万不要被奸人所蒙蔽啊！东皇，你可有证据？请陛下准儿臣带人去楚家搜查，若事实证明儿臣冤枉了储尚书，儿臣愿受任何责罚。陛下，无凭无据就要搜查朝廷命官的府邸，如此行事，法理何在？陛下威信何在？长公主殿下行事莽撞，妄之不似人君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楚静远，朕还没死呢。朕平日对你们还是太宽厚了，一个臣子敢当着朕的面呵斥朕的储君，臣不敢，臣冤枉啊！朕允了，你去做便是。谢父皇。陛下。
廷章朕给你留着，若东皇果真冤枉了你，便由他来替你挨。殿下，无事。你调200人，随本宫去储尚书府走一趟。是。父皇，东皇擅长带兵打仗，可他对朝堂一无所知，不知人心险恶。今日无凭无据贸然弹劾尚书大人，恐怕是被人利用。你急什么？若储尚书无辜，朕自然会为他主持公道，用不着你上心。陛下，殿下回来了。禀父皇，楚家库房里超出大量黄金、白银、珠宝、玉器，具体数额正在清点。若折算成白银，粗略估计不低于400万两。陛下，臣冤枉，定是长公主构陷微臣，400万两构陷你一个兵部尚书。楚静元，朕的内库都没有400万两白银。将楚静元收押刑部，择日问斩。明儿，都怪那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一定得想办法救救你舅舅啊！燕东皇那个贱人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如今竟敢与孤争宠，如今确实留不得他了。你准备？盛景安不是与他有婚约吗？儿臣会利用他毒杀那个贱人。盛景安马上要跟着燕东皇鸡犬升天了，还会愿意帮我们？孤了解他，那就是个自大的蠢货。他想要的可不是屈居一个女人身下做什么令人耻笑的皇后娘娘，他想要的是做他顶天立地、威风凛凛的镇国公。殿下，平阳侯府送来了请帖，说是凤阳公主有孕，邀您明日过府一叙。没空，遣人送些贺礼便是。还有，盛景安在殿外候着，想要见您。打出去！可是他与您有婚约在身啊！本宫早便请父皇下旨退婚了，从今往后我与他再无瓜葛。真的？本宫知道你的心意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本宫娶你进门。二位大人何时来的？朕是糊涂了。太傅，你年事已高，不便久跪。荣春，快赐座。太傅也是来反对朕的。陛下，老臣戚家门风清正，太傅更是3朝元老。朕实在不愿对戚家动手啊！但太傅应该知道，朕就要死了，也不在乎天下人说朕是个无情无义、刻薄寡恩的暴虐之君。老臣并非是为储君一事前来。哦，那你是？老臣年迈，跪得久了，反而忘了为何事而来。好，快入座吧，太傅坐着慢慢想。谢皇上。爱卿，你觉得朕的子嗣中谁最像朕？当属青鸾长公主。谁的本事最高，行事最有魄力？如今看来，也是青鸾长公主。还是她？那朕死之后，若有外敌来犯，谁能抵御外敌？还是青鸾长公主。不过臣以为长公主更适宜外放领军。东皇在军中威望甚高，是不世出的帅才啊。可若有一天他想做皇帝了怎么办？朕传位于谁可以挡其兵锋啊？陛下，几位将军到了。宣。臣等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秦阳、赤然，
臣在。你二人持朕手令，调5000兵马进驻宫城，替换禁军。接下来3个月之内，皇城守卫便由你二人负责。臣遵旨。辽光，臣在。朕命令1000兵马守在奉天门内，请长公主调遣。臣遵旨。传朕旨意，册封青鸾长公主为皇太女，即日起代朕监国。东皇，是我，景安啊！东皇，你为何一直躲着不见我？莫非真是做了皇太女，便忘了救人了吗？你无才无德，自然配不上本宫。东皇，你怎么变得如此无情？我们过去的日子，你都忘了吗？最近本宫很忙，都快把你忘了，你却自己送上来找死。东皇，够了！是燕明派你来毒害本宫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的未婚夫婿，怎么会害你？我对你一片真心。真心？盛景安，你既然这么爱我，那便入宫给本宫做个男宠吧。男宠？长兰，把他送入掖庭，叫几个嬷嬷好生调教。是，殿下。东皇，你怎能如此对我？殿下，凤阳公主来了，正在偏殿候着。她怎么突然来了？听说凤阳公主被平阳侯和婆母罚跪，气愤之下休产，没了孩子。你不是总说平阳侯府对你很好吗？怎么闹成这样？写吧，写封休书给他，他的生死从此跟你无关。我已经嫁作人妇，没了清白之身，以后那又如何？即便不嫁人又不会死，但是嫁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足以让你万劫不复。我真羡慕你能这般果断洒脱，凡事可以说一不二，只要你想，你也可以。他让我接近你，给你下毒，我不肯，他便逼我。是我害了你，平阳侯没这个胆子。他身后是谁？我真不知道。你便先住在我府上休养，不要外出，叫人验验，带人暗中控制平阳侯府，把平阳侯抓来好好审问。对外放出消息，就说平阳侯夫妇出游踏青去了。是。对了，再派人给本宫找一个人出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皇太女东皇心怀天下，深效朕功，着即拥朝皇帝位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请接玉玺。朕今日养成父恩。报！边关急报！800里加急！今日乃是新帝登基大典，谁允许你在此喧哗？启禀皇上，南疆边关传来800里加急信报，南陵国增兵15万，枕戈待旦，求皇上定夺。南陵增兵？南陵跟大雍已有10年不曾征战，怎么会轻启战端？南陵军由南陵太子领兵亲征，他前时指责我国青鸾长公主跟南陵九皇子暗中勾结，居心叵测，要求长公主立即交还九皇子，否则便要起兵作乱。父皇，皇太女涉及通敌叛国，此事非同小可，
求父皇明察。求父皇明察，取消传位大典。本宫问你，你口中的南陵皇子是谁？回皇上，回殿下。南陵太子所说的皇子，朕倒是知道是谁。传青鸾军姚光将军上殿。皇上有旨，传青鸾军姚光将军上殿。卑职姚峰，参见吾皇万岁。姚峰，你是哪国子民？回皇上，微臣曾是南陵九皇子，后蒙皇上所救，大恩难报，现为大庸子民，至死不变。你是南陵九皇子？怎么，你很失望？哼！姚光，南陵太子指控你通敌叛国，你可有话要说？微臣16岁时被南陵皇室谋害，被逐出皇族，历经九死一生后，幸得皇上所救。从那天起，微臣就只是雍朝子，是皇太女麾下将军，生为雍朝人，死为雍朝鬼。朕相信你。既然南陵太子指控你叛国，朕要你领兵南下，夺回属于你的一切。东红，你觉得呢？朕命你明日整军，率2万铁骑赶赴边关，与南陵一战。臣领旨。臣保证1年之内覆灭南陵，献给女皇陛下做登基贺礼。注意安全。新帝登基，改元凤舞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盛景安招了。招了？招什么？他承认是景王爷与淑妃逼他接近陛下，意图毒害陛下。朕对他们有些厌了，将淑妃打入冷宫，景王贬为郡王，圈禁王府，不得外出。要不要询问下太上皇的意见？陛下，太上皇他老人家说过了，陛下行事无论是非对错，无论涉及何人，陛下的意思就是太上皇的意思，他老人家一概不问。去把戚家的长女叫来。那盛景安，一介蝼蚁，你自行处置便是。朕很忙，长话短说。你和燕明有婚约在身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实非小女子所。朕可以废除你们的婚约，你可愿留在朕身边，做一个御前行走的女官？女官，微臣愿意。太傅之孙戚芳妃，学识出众，端庄仁善，赐予勤政殿侍读一职，加6品衔。臣是大雍第1位外朝女官了。本官才是。这个贱人，他怎敢如此对我？盛景安呢？我要杀了他！我也息怒。就凭盛景安一面之词，他问都不问，查都不查，就敢圈禁姑。去，我要见太上皇，要见母妃。王爷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所有人都站在他那边，你自己是斗不过他们的。你去把北齐使臣带来见我。王爷是想，他们不仁，休怪本王不义，再把戚氏那个贱人绑来，让姑泄愤。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，舅舅？殿下，人带到了。你就是那个南疆的毒医？那2瓶毒是你炼的？回陛下，那蚕丝之毒确实是小人所制，但小人发誓是安王爷威逼小人，小人真不知道他是想谋害陛下。好了，你若是个忠心的，便帮朕为安王爷备下一份厚礼了。陛下，戚太傅来了，说是戚芳妃被人绑入了宁王府。
贱人！要不是你悔婚，本王何至于沦为笑柄？戚家清高，敢踩在姑的头上来了！你不是能言善术吗？不是御前女官吗？齐王妃，你读了几年书，便忘了规矩了？王爷自重，陛下已经下旨，你我二人早已再无瓜葛。自重！你个一朝得势的贱女人，真以为步入朝堂，从此就能一飞冲天，凌驾于男人之上？我告诉你，你们都在做梦！女人就该一辈子守在后宅，谨守调条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王爷许是太久没出门，不知道大雍朝堂已经变了。本官现是朝廷命官，王爷此举是在自寻死路。放屁！姑贵为天皇贵胄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？别忘了，若没有姑，燕东会那个忘恩负义、狼子野心的贱人，岂能有今日？陛下驾到，景郡王还不出门接驾？王爷慎言，今日这番话若是传到陛下耳中，你真以为自己有多重要？燕东红不过是拿你来羞辱朝堂上的诸位大臣罢了。你以为他会为了你得罪我这个王兄？陛下圣驾已到门外，请王爷示下。王爷自觉受辱迁怒于微臣，乃是人之常性，但挟持、殴打朝廷命官乃是重罪。若现在去跟陛下请罪，我相信陛下看在兄妹情谊的份上，会对王爷从轻处理。齐芳妃，姑曾经是喜欢过你，但是你竟敢背叛于我，姑期待着有一天看到你追悔莫及的表情。王爷，陛下带兵闯进来了！人呢？陛下是问戚芳妃，她原就是本王的未婚妻，无故退婚，我把她叫过来询问下缘由罢。殿下为何如此兴师动众？陛下，戚大人找到了。陛下，祖父，微臣无用，让陛下担心了。芳妃，没事吧？芳妃一个女子，王爷何故迁怒于她？让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入朝为官，戚家的脸面早就丢尽了。被本王带到府里半个时辰，足以让你名节尽失。以后嫁了人，你的夫君不会怀疑你的贞洁吗？你们男人会在乎自己的贞洁吗？什么意思？男人可以治理天下，女子也可以。陛下不就坐在你死都想坐的位子上吗？你放肆！同理，男人不在乎自己的贞洁，也休要用贞洁来要挟我。恬不知耻的贱妇！我纵然名节有损，依然可以坦坦荡荡做人做官。因为自退婚那一天开始，我就没打算嫁人生子，所以外面如何非议我，男人们如何看我，我毫不在乎。拿下！燕东皇，你以为姑诱你至此会没有后手？出来吧，全大人！燕东皇，你以为姑诱你至此会没有后手？出来吧，全大人！北齐使臣，辽光携兵南下，如今大雍防卫空虚，而北齐军队已经开拔南下了。景郡王，你敢叛国？是这个贱人先背叛我！全大人，动手吧！只要你们北齐助我登基称帝，孤愿意奉北齐太后为母，与孤同享大幽江山。动手！犬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开姑！齐国使臣犬子参见大幽皇帝陛下。全大人这是唱的哪出戏？外臣奉我北齐太后旨意来此求见陛下，却发现贵国的景郡王有不臣之心，于是外臣擅作主张，将计就计，为陛下除此逆贼。放肆！身为外臣，竟敢干涉我大雍国事！北齐太后遣你来，所谓何事？容外臣冒昧，听闻陛下乃是宫女所出。全大人慎言，陛下乃是太上皇血脉，如今贵为天子，
容不得任何人质疑。大人误会了，臣想说的是，陛下的生母并非小小宫女，而是我大齐太后。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，但贵国太上皇应该还识得陛下生母的容貌和字迹。朕问你，北齐大军南下是否属实？确有此事，但我朝大军南下并无冒犯之意，而是我朝太后想邀请陛下与边关一见。他想见朕？不瞒陛下，我齐国皇帝上佑，由太后垂帘听政。我齐国如今外有北蛮寇边，内有宗王作乱，而太后娘娘却被国事所累，已病入膏肓。还望陛下看在母子情深的份上，北上与太后见上一面。朕生母是谁，尚不可知，见与不见，朕自有定夺。请全大人先移步使馆休息吧。东皇，我这回真知错了，饶了王兄吧。景郡王侮辱朝廷命官，冒犯天子，蓄意谋反，将其逐出宗室，打入监禁，送到南风馆接客。说什么？严东霍，我是太上皇嫡子，是你的兄长，你置皇室颜面于何地？朕不在乎，朕是大雍第一位女帝，你便来做大雍第一位南昌吧。景郡王疯了吧？朕希望你可以坦然面对你接下来的人生。是她，昔日的宫女却成了今日的北齐太后，不好相遇啊。父皇觉得朕该不该去见她？你是皇帝，你自己做主。儿臣谢父皇信任。父皇近日看着红光满面，身子似有好转。不用整日整夜批折子，跟朝堂上那些个装聋作哑的斗气，自然好了。陛下荣登大宝，当务之急是应充盈后宫。充盈后宫？历代皇帝为了绵延子嗣，选女子入宫，朕为了什么？你们男人能生孩子吗？男人虽不能生孩子，可女子生育也离不了男人。怎么，你想让朕早早有育，只能待在宫里养胎，好让你们这些男人掌控朝堂？老臣不敢，老臣绝没有这个意思。你们还有什么不敢？朝中事务繁忙，南临国战，江北水患，尔等视而不见，却把心思打到朕的后宫上来了。朕的江山和子嗣，无需诸位操心。朕准备明日启程，带青鸾军北上赶赴边关，与北齐太后一见。陛下不可，北齐太后是何军心尚不可知，陛下万金之躯怎能亲赴险境？若是什么？若是稍有不慎，大鄂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局之中啊！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说。有事奏来，无事退朝。恭送陛下。陛下，其人示众，小心有诈。听闻北齐太后娘娘病入膏肓，如今看来却是在骗朕。我装病只是担心你不肯来见我。你不担心茶里有毒？朕若死了，对北齐有何好处？东皇，你恨我吗？不恨，没有恨的意义。是啊，当年膝下的小丫头，如今却成了中原天子了。朕今日来见娘娘，可不是与娘娘再续母女之情。人老了，便越发多愁善感了起来。我这辈子只有2个遗憾，其一便是你。我当年被迫舍你而去，回到大齐，但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说其二吧。其二则是大齐后继无人，当今皇帝也就是你弟弟尚且年幼，资质平庸，而大齐的宗王们却不会再给他多少时间了。不得已之下，我只能来找你，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想朕怎么帮你？庸国一统天下，由你来做天下之主。你不信我，
你是北齐太后，而非我的母亲，这是你当年自己选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关注着你，这个决定是我仔细考虑了3年，直到你登基称帝，我便下定了决心。朕何德何能，能得北齐主动归附？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女儿能以女子之身成为大庸女帝，又怎么会做不了天下共主？太后这是想挟制朕出兵帮你。看来这北齐的内患非是什么作乱的宗王，而是你这个太后吧？可惜，可惜。陛下，幸不辱命，南陵国已是陛下掌中之物。这不可能！青鸾军远在南陵，怎么可能赶得过来？青鸾军抵达南陵的第1日连下3城，3日南陵太子伏诛，5日南陵国接下，将南陵皇帝带上来。南陵国罪臣参见大幽皇帝陛下，大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辛苦了。朕不去北齐，不过朕将要大婚，请北齐太后前去观礼。好啊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哀家这便与你同去。哀家之前的话半真半假，不过现在全是真的了。走吧。哀家这个北齐太后任你关押软禁，若是你想出兵伐齐，哀家也肯帮你，只要你愿意时常来看看哀家。殿下，如今整个天下尽在你掌中了。好好休息一夜，明日启程回京，朕要与你成婚。你的毒当真那么好用？确定，这蚕丝毒无色无味，中毒者初时只觉得浑身无力，食欲不振，日渐消瘦，但最多3年，等此毒侵入5脏6腑才发觉，届时已经无药可治。3年，孤等得起。王兄，如今这大禹江山只能托付给你了。东皇，你来传位于姑了。东皇，快把玉玺给姑吧，姑怕是不中用。陛下，中此毒者会神志混乱，难辨现实与虚妄，会在癫狂与痛苦中死去。这毒有名字吗？痴心妄想。景安，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？都怪燕东皇那个贱人！夫人，慎言啊！我的儿子都被他害死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老夫人，官家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为老夫人筹备丧事吧，和少爷一起在府中多停几日。陛下今日大婚，千万别冲撞了。可是，少爷都要臭了。
陛下，我生平第一次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，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。你想把朕的工人们都累死？好大的排场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弟弟一门心思想着托关系混进宫去，给当今陛下做面试。父亲大人定饶不了他。有朝一日，我也定入朝为官。吉时到，新人拜堂，一拜天地，谢谢；二拜高堂。怎么这么多？因为你我要多生几个孩子，未来把这江山交给他们，咱们俩就可以离开朝堂，周游世界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努力了。朕冒犯了。是朕要临幸你，